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其实一直在等一件事情先发生，然后你才会想开始。等他先道歉，你才愿意和好。等那份工作先确定，你才敢辞职。等自己准备好了，才敢开始那一件你一直都很想做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就这样等啊等，好像生活就一直停在那个暂停键上面。期待越高，失望就越大。小时候听大人讲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在长大以后，好像才慢慢的体验到，当时那些大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个语气里面带有那么多的无奈，还有那么些许的不甘。前几天我在听 John Mayer 的 Waiting for the World to Change， 我突然间被这两句歌词吸引。 It's not that we don't care, we just know that the fight ain't fair。 这首歌简单讲，就是在讲这一代人对自己说的诚实的谎言。不是我们不想改变，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。这首歌讲的是整个世代的故事，但是后来我发现，等待这件事情不只是发生在社会层面，它早就渗透进了我每一段最普通的人际关系里面。这里的等待跟第二集我讲的等待是一个不同的状态。这让我突然间升起了很多感触，也让我再突然间想起了一些回忆。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，网络上有流传一句金句，就是我怎么对你，取决于你怎么对我。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就很爱这一句话，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；你对我不好，我态度也不会好。就是一种将心比心的态度。所以当时我自己在学校的交友状态是，人不动我就不动，别人不主动打招呼或者是示好，我也不会主动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我遇见了一个朋友，在聊天接触的过程中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在交朋友的时候会根据别人怎么对他，他来决定要怎么回对方。他也认同这句话。我那时也才10几岁，以前看到人家跟自己一样的时候，就会很开心的讲，我也是。可是当时我愣住了，这句话没有被我讲出来。他这一句话更像是一个突然间掉下来的石头，让我意识到，如果大家都这样，世界不就变得很冷漠吗？因为大家都在等其他人先踏出那一步。可是如果所有人都选择做被动的那一方，那这个世界会怎样？这个问题我大概带了2-3年，才真的有所改变。我不会再等待别人先踏出那一步，示好或者是 say hi。 我开始从自己的泡泡里面跳出来，我会主动的去交朋友，主动示好，开始主动向这个世界靠近。也就是这一份崇敬，让我的人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。大学的时候，我会跟朋友一起去教会。有一次在结束以后，我跟朋友要去 lobby 门口集合，我们一群人就一起搭电梯下去。然后到1楼的时候，电梯门一打开，我就看见一个男人往他老婆的脸一巴掌打下去。我当下很冲动的直接去问那个男人，为什么在这边打人？
他就回答她是我老婆，而且很大声。然后我也不懂哪一根筋断掉，我也是很大声的回复一句 So what？ 你不会打他？我身边的朋友都很怕对方来打我，就要把我拉走。但是在我走之前，我蹲下去问那个被打的女生，你还好吗？她在地上手扶着脸，满脸都是泪，眼睛朝下，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，只是淡淡的回了我一句 I'm okay， 我就走了，而且我走到很不甘心。就在事后，有一个同行的男生问我，为什么你那时候这样冲动？我就问他，你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打，你是什么感受？他就讲，那里有这么多人，那个男的也不太敢怎样吧。我就讲，不太敢怎样？他还是打人了啊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不会怎样，所以这种人才不会怕。当时的我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被动又冷漠的自己。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一种后怕的反应，就是我在做的时候完全没有在怕，然后在事后也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但是随着一些时间的推移，我慢慢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现，那个时候的我好像有点用力过猛啊。我的挺身而出不但没有帮助到这个女人，也不会改变这个女人的命运，而且还有可能让她再一次被打。那一次鲁莽的举动也在我的心境上经历了一段反思的模式。我的脑袋里面开始自动播放，他因为我这个外人的介入，回家以后又要再一次被打，该怎么办？这件事情除了看到自己鲁莽的部分，也让我在一个第三视角里面看到了一个活生生被动式活着的例子。我相信这个女人把老公带来教会是希望有所改变的，她想要借助教会的力量去改变她的现状，但现实好像又把她拉回原来的位置，好像在告诉她没用的。那她还会继续尝试吗？还是可以单纯的离开这个伤害自己的人？又或是认命，不再反抗？她会怎么做？如果换成是我，我又会怎么做？在那之后，我开始意识到，我原本以为我不一样了，但有一天我发现，我在发出一条信息之后，还是会很在意那个已经读了3天都没有回复我的那个讯息。我翻来覆去看那个已读，突然意识到，我还在等，只是以前是在等别人先动，现在变成等别人回应我的动，换了一个姿势，我还是在等。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我的朋友确诊癌症了。那一段他在做化疗的时间，我都会去看他。他变得很瘦很瘦，连样子都变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他整个人开始爽朗起来。她比我大6岁，是一个漂亮又温柔的大姐姐。在有一次跟她交谈的时候，
他突然对我们讲了一句：不要指望谁可以让你幸福，也不要指望你们未来的老公会给你们快乐跟金钱，你们自己就可以实现这一些，想做什么就去做。这些话在我的心中悄悄种下一颗种子，但是它还没有发芽，我还在等顾客的回应，等有钱了才去上课，等他准备好了我才会幸福，好像要等到一切都完美了才值得去开始。只要这些期待没有被满足，我就会惯性的拖延、失望、责怪、埋怨，一直问为什么会这样。在透过时间慢慢沉淀以后，我开始问自己，拿了3年的奖金还不够辞职的勇气吗？没有新电话就不能录影了吗？如果他永远都没有准备好，我就不会幸福了吗？我到底在等什么？这是被动吗？还是这只是一种比较隐秘的索取？我还在等世界给我那个我想要的回应。我不是讲要变成一个完全没有期待的人，期待本身没有错，但是把期待变成条件，你先改变，我才会快乐。这个条件句才是真正把我困住的东西。我好像一直在把我认为我做不到的事情交给命运去为我做决定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很常一个人逛街，走累了就随便找一个商场的椅子坐下来，戴上耳机，就这样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有人忙着讲电话，有人带父母买衣服，有人挑一支新的口红给自己，有的走得很慢，有的走得飞快，但每一个人好像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都在往前走。我看住我自己，静静地坐在这里，哪里都没有去。我突然想，我到底在等什么？在这个过程中，还是会很难受，因为看见了某些情绪，但久了以后，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了。我开始很诚实的去面对我自己的问题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发现，原来我可以。如果你今天没有收到那条道歉的信息，你还是你吗？如果他没有先改变，你还会快乐吗？真正的问题不是世界什么时候改变，而是在条件没有满足之前，我是谁？当你可以诚实的去面对那个你最不喜欢的自己，还有你最不喜欢的那个部分，或许你已经不再是那个一直深陷痛苦的受害者了。如果今天的你准备好踏出那一步了，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开始做什么。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。